欢迎大家来到 Pony 聊天时间，我是阿明。我是安安。安安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每次我们出国或者去人特别多的地方，只要大喊一声王先生或者李小姐，回头的人能有一大半。哈哈，真的。我记得有个说法叫张王李赵遍地走，意思就是这几个姓氏的人实在太多了。没错，其实对于很多学中文的朋友来说，记住中国人的名字是一大挑战。但如果你能先搞清楚中国的姓氏，那交流起来就顺畅多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聊聊中国的姓。阿明，提到姓氏，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一本书，叫《百家姓》。没错，百家姓是古代小朋友的启蒙读物。不过，安安，你发现没？百家姓开头第一句是赵钱孙李，可现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姓好像不是姓赵的。哎，这你就考不倒我了。因为百家姓是宋朝人编的，当时的皇帝姓赵，所以赵自然得排在第一位，这叫皇权至上。皇权至上这个词听起来挺霸气的，其实就是说皇帝权力最大，什么都要听他的。那现在的大姓都有哪些？现在最火的应该是李、王、张。我记得有个统计，姓李的人口都快过亿了。确实，所以如果你在街上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人，叫他李先生或者王先生，猜中的几率还真不小。不过安安，咱们中国人的姓氏是怎么来的呢？为什么有人姓龙，有人姓杨？这里的学问可大了。在很久以前，我们的祖先是按照图腾来给自己起姓的。图腾？这听起来有点神秘。简单说吧，就是那时候的人崇拜什么，就把那个东西当成家族的标志。比如崇拜龙的就可能姓龙，崇拜植物的就可能姓林或者姓叶。原来是这样，这就像是古代的一种家族标志。没错，而且还有一部分姓氏是跟职业有关的，比如司马，在古代其实是管马的官职。这个很有意思，就像英文里的 Smith 以前是铁匠一样。如果你姓司马，那你的祖先可能就是一个很威风的将军。不过现在这种复姓越来越少了，大家现在最熟悉的复姓，除了司马，可能就是欧阳或者上官了。这些复姓听起来就自带一种武侠小说的感觉，特别酷。聊完了姓，其实中国人取名字更有讲究。阿明，你觉得你的名字有什么含义吗？我爸妈说，他们希望我的人生能光明磊落，所以给了我一个名字。光明磊落这个词对 HSK3 的同学可能有点超纲，其实就是希望一个人做人坦荡、诚实，像阳光一样透明。总结得真好。所以你看，中国人的名字往往不是随机选的，而是父母的一份寄托。寄托这个词很暖心，它指的就是父母把他们的希望、愿望都放在了你的名字里。比如很多女生的名字里有芳或者华，就是希望像花一样漂亮。还有一些名字带有时代的烙印，比如我爷爷那辈人，很多叫建国或者建军。哈哈，我身边就有不少建国叔叔，这就是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，国家正在搞建设。所以看一个人的名字，有时候能猜出他的大概年龄。确实，现在的年轻人取名字就更讲究好听、文雅了。比如像安安你的名字，听起来就很文静。其实我妈是希望我一辈子平平安安。
这种重叠词的名字，我们叫小名或者叠音名，听起来特别亲切，对吧？没错，在家里或者在好朋友之间，我们经常用这种重叠的方式来称呼对方，显得关系特别铁。哎，阿明，你刚才说关系特别铁，这可不是说人是铁做的。哈哈，我的错。这里的铁是指关系非常牢固、非常亲密，比如铁哥们儿、铁闺蜜。明白了。那如果我们走在职场上，这种叠词称呼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了？问得好。在办公室里，如果你叫你的主管明明，那可能明天你就要去财务部领工资走人了。没错，在办公室里叫主管明明会丢工作，这可不是开玩笑。阿明，你给咱们听众支支招，如果我是个刚进公司的新人，我该怎么称呼这些同事和领导呢？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社交分寸了。在中国职场，最标准的公式就是姓加职位。比如王经理、李主任、张总。对，但这里有个细节，大家要注意。如果你的领导叫王小明，他是副总经理，你称呼他的时候，千万别叫王副总。哈哈，我知道，要把那个副字去掉，直接叫王总，这叫职位高挂。哎，职位高挂这个词用得妙。虽然高挂听起来像是把东西挂在墙上，但在称呼里，它是指把对方的职位往高了说。这是一种礼貌，也是一种职场情商。说到情商，我觉得在职场里，除了看职位，还得看资历。比如有些老同事，他们可能没当官，但大家都会叫他们老王或者老李。没错，这种老家姓的叫法听起来既尊重又亲切。不过安安，我问你，如果你是个22岁的小姑娘，你见到一个50岁的同事叫他老王，合适吗？我觉得如果关系没到那儿，可能会显得有点套近乎了。套近乎这个词儿大家得记一下，它指的是你为了达到某种目的，或者想显得跟别人很熟，故意表现得很亲近。对，所以像我这种新人，管老同事叫王老师或者王师傅，其实是最稳妥的。没错，老师，咱们上期聊过，那是万能的。而师傅这个词，以前是称呼手艺人的，但现在在北方，哪怕是问路，你叫一声师傅，对方也会觉得你这人很讲究。讲究这个词在聊天里太常用了，它不是说你很挑剔，而是说你很懂礼数，做事情很得体。所以你看，称呼里全是学问。那除了老王，肯定还有小张吧？当然，通常是长辈或者领导称呼晚辈。但大家注意哦，如果你去面试，面试官叫你小张，那是亲切，但你千万别回一句小李，那你就真的不用回来上班了。聊了这么多常见的，咱们来聊点难的。安安，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，你一看他的姓，就不知道怎么开口的情况？太有了，中国有一些姓真的非常容易读错。所以遇到这种冷门姓氏，如果你不确定，最礼貌的做法是什么？我觉得是不耻下问。不耻下问这个成语对 HSK4 的同学来说是个宝。它的字面意思是不以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请教为耻，但在现代社交里，它更多是指你很谦虚，愿意向别人求教。没错，你可以很自然地问一句，不好意思，请问您的姓氏怎么读最地道？这样对方不但不会生气，还会觉得你对他的家族文化很尊重。还有一些姓读音没变，但长得很像，比如己、乙。安安，你能分清吗？
我也得反应半天。其实中国姓氏里有很多这种双胞胎。这里的双胞胎就是个比喻，形容两个东西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还有，阿明，我发现很多外国朋友对中国人的姓名顺序特别困惑，因为在英语里，姓是在后面的。对，我们要反复强调，中国人是姓在前，名在后，因为我们觉得家族是大于个人的。这个观点很深刻，所以如果你叫我安安王，我可能会觉得你在叫一个外国人的名字。刚才咱们说到了家族，安安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和你堂姐妹的名字里是不是都有一个字是一样的？对，我们家这一辈的女生名字里都有一个安字，所以我叫安安，我姐姐叫安平。这就是中国人的辈分。以前大家族会有一本书叫家谱，里面规定了每一代人名字里必须用的那个字。这样，哪怕你和你的远房亲戚几十年没见，只要一听名字，你就知道，哦，你是我的表哥。这种感觉真的很有凝聚力。但现在的年轻人好像越来越不讲究这个了，大家更追求独一无二。独一无二这个成语很常用，它指的是你是这世界上唯一的，没有第二个跟你一样。现在的父母为了不让孩子重名，会找很多生僻字，结果导致老师上课点名的时候都得查字典。哈哈，这种现象我们叫名字内卷。哎，内卷，阿明，这可是现在的超级热词，你得好好解释一下。简单来说，内卷就是大家为了有限的资源，过度竞争，导致大家都特别累，但并没有产生更多的价值。在起名字上内卷，就是大家都在拼命找更难、更怪的字，结果谁也不认识谁的名字。总结得太到位了。其实名字就是一个符号，好听、好记、有寓意，就是最好的名字。没错，而且如果你想跟中国人交朋友，学会如何优雅地问名字，可是第一步。刚才聊了那么多职场和家族的规矩，阿明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如果我在一个社交场合，比如朋友的生日派对上，遇到了一个我想认识的人，我该怎么开口问人家的姓名呢？这可是个技术活儿。如果你直接问你叫什么名字，听起来会有一点点硬邦邦的。硬邦邦这个词形容石头很硬，但用在聊天里，就是指语气太直接，不委婉，让人听了不太舒服。没错，所以我们会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。最经典的一句就是怎么称呼您？这一句真的太万能了。对方可能会说，我姓张，叫张伟。这时候，如果你想显得更有文化，更尊重对方，你可以接一句，原来是张先生，幸会幸会。幸会是比较正式的说法，但阿明，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交换微信。对，现在大家都说咱们扫个码吧，加上微信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看对方的网名。哎，说到网名，这简直是现代人的第二张脸。有些人的网名叫孤独的狼，有些人叫小猫咪，这和他们的真实姓名风格完全不同。这种现象其实挺有意思的。真实姓名是父母给的寄托，而网名是自己给自己的标签。没错。不过，阿明，如果我在微信上跟人聊天，我该怎么称呼对方呢？是叫他的网名，还是问他的真名？这是一个灰色地带。灰色地带，听起来不是黑也不是白，就是说没有明确的规则，对吧？聪明。
在不确定的时候，你可以观察。如果对方在朋友圈发的都是很正式的工作内容，那你可以称呼他张老师或者张总。如果对方发的是猫猫狗狗，你可以试着叫他网名的缩写，或者直接说嗨，你好。明白了。其实现在还有一个趋势，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都有英文名。没错，特别是在上海、北京这些大城市的写字楼里，大家互称 Tony、Mary、Kevin。甚至有时候，你跟一个同事工作了3年，你可能只知道他叫 Jack， 却不知道他姓什么。这就是现代社交的一种匿名感。虽然少了点传统的人情味，但确实让沟通变得更简单直接了。聊了这么多，咱们来点轻松的。阿明，你知不知道中国现在最长的姓氏有多少个字？咱们平常看到的都是1个字的单姓，或者是2个字的复姓，难道还有更长的？有啊，在一些少数民族里，姓氏可以非常长，据说最长的姓有10几个字呢。哇，那如果去考试，光是写名字就要花掉5分钟吧？哈哈，所以这种姓氏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简化。好了，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国姓氏和称呼的知识，我觉得大家的中文水平又要上一个台阶了。上一个台阶，就像爬楼梯一样，大家的中文能力又进步了一大步。我们今天聊了百家姓的起源，聊了职场里的称呼艺术，还顺便解释了什么是内卷和灰色地带。重点是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在中国，名字不仅仅是一个代号，它背后是家庭的爱、社会的礼貌和时代的影子。没错，如果你有一个中文名字，或者你正准备给自己起一个中文名字，不妨去查查那些字背后的深意。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你的中文名字，或者告诉我们你遇到的有趣的姓氏故事。说不定你的名字背后就藏着一个大大的惊喜呢。好了，本期的 Pony 聊天时间就到这里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订阅并给我们点个赞哦。咱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